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地给我一个 like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有很多人早上起来总是有那么一口痰，甚至有些人喉咙里面有很多的痰，总觉得老是吐不完，特别是一些肺气肿、慢支慢阻肺的人群，喉咙特别多的痰。这个痰是怎么来的呢？如果你是这一类人群，一定要有一个认识，其实这个痰是湿聚成的痰，不管它是痰也好，湿也好，可以说它们是同一类的东西。那么这个痰是怎么来的呢？很多人认为痰是喉咙的问题，痰其实是肺的问题。其实在中医里面认为肺是储痰之器，而脾才是生痰之源。中医里面所讲的脾，除了消化我们的食物，这个功能叫运化水谷。脾除了这个功能之外，它还有个功能叫运化水湿。所以如果我们脾虚了，那么运化水湿的功能就会下降，这个时候体内的水湿就会积聚下来，水湿慢慢积聚就成了痰，所以喉咙就会有吐不完的痰。我们认识了这一点，就知道了治疗痰多的问题，就一定要健脾祛湿，把脾给健运起来，这样它运化水湿的功能才强健，水湿才会减少，痰也就没了。这是第一个方面。那第二个方面呢，就是说这个痰的特性叫做阻滞气机，意思是说它会导致气堵在那里，这也是痰的一个特性。如果气堵在那里，它反过来也会影响痰湿更难去除，它们是相互影响的，也是导致这个痰老是去不清的原因。所以我们想除这个痰湿，就要用到健脾祛湿理气的药物，将它们组合在一起，才能把痰湿根本不要治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食疗茶方，将它们煮一煮当茶饮，这样能起到健脾又能醒气又能燥湿化痰的作用。首先准备5克陈皮，陈皮可以理气健脾燥湿化痰。理气的意思是当脾胃的气机不通畅，出现胃部饱胀感的时候，陈皮可以理脾胃之气，提高脾胃运化能力，所以叫做理气健脾。另一个燥湿化痰，就是说正常的人吃了食物之后就变成营养物质了，但是当我们吃的食物变化不彻底的时候，就变成了痰，我们叫做病理产物。这个药物可以把多余的痰运化开，运化得更彻底，所以陈皮总体来说是助消化助运化的药物。接着再准备10个茯苓，茯苓具有利水渗湿健脾宁心的作用，茯苓可以把湿气从小便排出去，茯苓既可以驱邪，又能够扶正利水不伤正气，所以茯苓是具有利水消肿的药物，它可以治疗各种寒湿所导致的各种水肿。茯苓善于渗泄水湿，所以它对一些痰温气胀有一定的治疗作用，尤其是对脾胃虚弱导致的泄泻也非常有帮助。接着再来准备10个百合，百合性寒，具有补肺阴以及清肺热的功效，有助于缓解阴虚肺燥引起的干咳、少痰、喉咙干燥、声音嘶哑、咳血等症状。百合味甘入心经和肺经，既能养心肺之阴，又能清心肺之热，还有一定的安神作用，所以治疗虚梦上扰引起的失眠、心悸、多梦、神志恍惚。所以百合具有非常好的润肺止咳、清心安神的作用。接着再准备10个白术，白术可以补脾健胃、燥湿利水、止汗安胎。中医认为脾为后天之本，但历代医学典籍和临床经验都证明，白术在健脾养胃、
燥湿利水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功效与作用。另外，白术也有非常好的保肝作用，可以缓解肝糖原，减少引起的肝坏死，促进肝细胞生长。白术还具有非常好的抗氧化作用，能避免有害物质对组织细胞结构和功能的破坏，增强清除自由基的作用，减少氧自由基对机体的损伤，并且具有延缓老年肾脏衰老的作用。白术和茯苓经常搭配在一起并用，白术可以把湿气收起来，茯苓可以把湿气从小便排出去。接下来把准备好的食材倒入锅中，加入1000毫升的纯净水，将它煮上15到20分钟的时间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动动你发财的小手，给我点个赞吧。请在底下留言+1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20分钟之后，这个茶就煮好了。白术、茯苓、陈皮一起煮水，可以去除体内的痰湿，调和肠胃之气。健脾益气，燥化血湿，养护肝脏，对身体有非常好的调理补益作用。平时痰多、气运不畅、消化不好的人可以多喝这道水。白术是一味中药材，不适合以下人群：第一，腹部胀痛者。对于经常出现腹部胀痛的人群，不利于身体内有害物质排出。第二，气滞体虚者。对于有气血阻滞症状的人，也是不能吃白术的。另外，身体虚弱的人也不建议吃白术，吃白术以后会加重身体的气滞症状，也不利于体虚症状的恢复。第三，外感风热者。对于存在发热、口渴、咽干、汗多的患者，也不适合吃白术，以免温性助热，不气敛邪。痰多的朋友，我们可以把这道食疗方收藏起来，做给家人试试，自己也可以尝试一下。经常喝对身体的好处是非常多的。如果我们的喉咙里老是有非常多的痰，那一定要试试这个方法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就请收藏起来吧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